中美防长仅仅举行了90分钟的会谈，美国人就感叹富有成效。到底发生了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之后，中美两军的高层会谈一度中断。这对于经常在中国家门口玩自由航行的美军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在 G20 峰会期间，中美元首举行会谈之后，两国终于在军事对话问题上解除了冰冻的状态。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柬埔寨与中国的国防部长会晤，双方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一名美国军官描述为富有成效和专业。据报道，中国国防部长在这些会谈中再次就台湾问题向美方发出警告，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画设的红线。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奥斯汀和魏凤和就台湾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谈到了在未来几个月内重新启动佩洛西窜访台湾后所取消的一些机制，双方有可能重启战区级军事指挥官之间的热线。而奥斯汀也赶紧抓住机会，向中国方面表达了担忧，理由是中国的军舰、飞机越来越危险，而这增加了双方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尽管美国和中国之间关系紧张，但是美方的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与中国同行建立和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减轻潜在的突发事件的风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从中美防长这次对话中看出什么端倪呢？首先，美国的舰机一边挑衅中国，一边又害怕双方发生擦枪走火，所以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这是让美军感到紧张的。因此，在恢复中美军队高层对话和军事热线的问题上，美国比中国更着急，因为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肯定是在中国的家门口，而这个时候，美国人将会非常被动。何况这样事态也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中美两军一线士兵的生命安全。其次，美国将中国军队列为竞争对手，那么他就必须要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步。你也可以这么理解，美国军队需要通过交流来掌握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如何恢复中美军事热线，特别是高层对话，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人被逼得没办法了，甚至提出要与解放军展开学术研讨会的方式，或者呢，从中国购买公开的军事刊物来了解中国军队的进步。美国人一边指责中国不透明，一边却千方百计地想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沟通，这个呢非常有意思。最后，这次对话也证明中美两军都明白双方不可能打仗，而中美两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最大的可能是处于竞争状态，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双方的高科技竞争和先进武器装备的发展。中国亮相的先进武器越多，对美军造成的压力就越大。也说，今后如果我们对美国更多的秀肌肉，那么中美两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就越低。两国军队都会因为自己的实力的变化而调整交往的方式，因为实力才是决定中美交流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体而言，美国的舰机可能还会在中国的家门口活动，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中国的威慑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远比中国更担心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因为美军真的没有准备好。在中国军队不断强大的情况下，美国还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个的确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慢慢品。毕竟美国军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他们不大可能会像美国政客那样随便打嘴炮。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